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来宾，第一位是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运成好，各位朋友好，以及前立委李胜峰，运成好，大家好，还有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典中。运成还有各位观众好。好，民进党整天挂在嘴边的理念相近国家到底有谁啊？立陶宛这个算关键的指标了吧？现在呢，竟然也是背弃了我们台湾，来去投向中国的怀抱了吗？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是立陶宛的新总理，他说他想要跟北京来关系正常化，还说啊，2021年让台湾去设立以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或许这个决定是过于勇敢哦。不过呢，在修复与北京的关系呢，不必改变台湾代表处的现况哦。但是你这一席话听在我们台湾的耳里，真的是非常的痛心耶。你怎么也要投向中国的怀抱了呢？那甚至啊，这个立陶宛总理啊，被问到说，你为什么会如此喜欢中国呢？他也说了，与中国的现实外交关系正常化是达到其他欧盟成员国所维持的水平，但是我们就来整理一下立陶宛跟台湾还有中国的这种三角恋的关系在2012年的时候呢，立陶宛是加入了中国17+1，要寻求合作，但是在2021年果断退出。好，那2019年那个时候呢，氛围就有点不一样咯。那前总理呢是首度将中国列为一个国安威胁，那很快的嘛，在退出17+1之后呢，他也主导要来助力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成立2021年，这个是我们台湾的高光时刻。好，到了2024年年底政党轮替了，那个时候前总理呢，他比较亲中，就暂缓了所有的对台政策到2025年的时候直接证明说台湾代表处一事呢，这个是一个战略错误，所以你这样看起来了，就很明显的嘛，大概就是8、9年也会换一下这个政治立场但是呢，我们的赖总统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立陶宛永远都会站在我们台湾这一边的。来看我们赖总统是怎么说的啦，他在2024年的时候提到说，2021年在台湾在设立代表处的时候，中国采取针对性贸易报复行动，但是他相信过去8年蔡总统打下的深厚基础将会和中国展开对话交流，增进两岸福祉，达到和平共荣的目标，也会持续加强立陶宛之间的合作，包括了这个人民间的交流、经贸、教育、文化等等更深的合作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赖清德他不相信立陶宛会转向的，他认为呢我们关系是很深的，但是说好的坚实盟友呢，现在也开始重新计算对中贸易了。好，那重新计算对中贸易，因为没有人会跟自己的利益过不去嘛，所以现在积极抗中的呢，大概就只剩谁？只剩日本了。好，我们来看到呢，这个日本的海保厅多艘的巡逻船因为最近有这个8威台风嘛，所以呢就跑到了台湾的海峡公海去待命。避台，结果呢就遭到了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议。不过日本政府反驳他说也有其他国家采取相同的行动所以呢中方的抗议理由我们不接受。好，但是其实日本跟中国的紧张关系还有这一枚洲际飞弹，甚至呢这个日本政府说他7月6号上午接获中方通报之后呢，也要求中国说不要飞越日本上空的路线，结果中方呢也没有去答复。都已经来到了这个洲际飞弹飞越上空的路线了，所以可见他们两方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张的。就连日本的前大使也呼吁说，高市早苗你赶快来启动一下对中对话吧，不要把关系闹得这么僵吧。这个呢是前日本的这个驻中大使宫本雄二说，对日本和平与发展而言呢，对中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因此日本对中战略的核心目标应该是建立日中之间和平稳定的合作关系，所以呼吁高市你赶快恢复对中对话吧，不容迟疑。那至于美国呢？美国呢私底下川普就是很想跟中国去对话嘛，但是对美国对日本跟台湾呢，就是不断的把我们放到抗中第一线吗？最近呢动作非常多。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呢是首度怎么样操作多任务侦察艇操练岛屿机动，还有近岸侦察以及长距离海上部署，就是让这个小型侦察队用于的军舰运送就能够在西太平洋岛屿间来执行任务，提升美军小部队在第一岛链，包括临近台湾海域的情搜以及监视能力。
那另外呢，美国的核潜舰呢也前推关岛，而且更加接近台海哦。这个是美国海军它将洛杉矶攻击核潜舰图森号10日的时候正式部署在关岛了。而这个举动呢，就可以缩短兵力的反应时间，提高潜舰在台海、南海、菲律宾海的巡弋以及战备效率，让美军水下战力更贴近西太平洋热点海域，进一步强化第一岛链的前沿部署啊，甚至呢，现在还要斥资22亿美元，要启动新一代的中型登陆舰建造计划。那这个新型登陆舰是美国陆战队推动的跳岛作战的重要核心装备，未来也是一样，要负责怎么样，在第一岛链快速的运送部队、反舰飞弹和补给，来提升印太地区分散部署以及机动的作战能力。但是虽说如此啦，台海如果真的不幸发生意外的话，川普也说过啦，他不会为了一个远在9500英里外的地方，一个小地方来打仗哈。所以最后是不是被打得稀巴烂的，还是只有我们台湾呢？我们先来请教李胜峰委员。这样子，我们先从这个地方讲起。这个消息又是《自由时报》大放特放啊，告诉你核潜艇现在才在关岛出现吗？以前在南海出现了多少？那个撞山的核潜艇难道不是美国的吗？所以呢，不要老是在暗示美军会来啊，美军来了，美军会来，这个就不要自我安慰了啊。至于呢，现在开始吹牛的那个说，BRAVO 型的这个特侦艇啊，拜托讲到这里就好了，不要讲到最后又要台湾买了。我告诉你，这我怎么看怎么像，这又在台湾要推销的这个玩意儿，咱们是不能买的。理由很简单，美国的陆战队有非常坚强的精英中的精英的部队，就是他的征收队伍啊，他的征收营跟征收连，他用的呢，过去是那种橡皮艇，现在改成这个艇，所以作战的任务没改变，只是呢工具改变。但是呢，你讲我都没意见啊。你要怎么在南海要布置，要对准中国大陆，我都没意见，那是看你的本事。但是拜托不要来到台湾推销，因为这个时候我怎么来推销呢？推销这个船不是船好不好，说我们没有人可以驾驶啊。因为一艘船要10个像美国那个精英中的像利扁茂部队那种精英中的精英的部队才能操纵啊。我们连这个志愿力都搞不起了，拜托不要再来骗我们啊。那再过来呢，就是中日关系啊。我觉得这个日本的前大使啊，这个宫本雄二是一个对华非常友好的一个大使。他在大使的任内啊，刚好经历了日本5任的首相，4年当中5任首相也很了不起啊。所以，那么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呢，这个福田赳夫的儿子福田康夫啊，担任首相的时候，他破冰的安排他到中国大陆来访问，同时也在北京大学发表了以和为贵的演讲啊，然后到欺负到孔子的故乡啊，留下了墨宝啊，这个怎么样子呢？这个温故知新啊，这点点关系很好。安倍呢，当时第一次这个就任的时候啊，那么好像一年或是1年不到的时间里，但这个时间他第一个访问是他安排访问的中国大陆，也算是。然后到了麻生上来，这个当地就暂缓了下去了。那麻生下来之后，由这个游山丘基夫啊，这个民主党，那这个到现在为止还是跟中国大陆关系很好，也是他安排在这个中国的关系呢做得都很好。到了坚持人以后，那么才换了人点点。所以这样子的一位一直认为中日之间要以和为贵，以这样作为指导的一个外交人呢，所塑造出来的环境，虽然首相变化了那么多，但是呢，他仍然认真的来让整个的中日走向一个和解的道路，是中日唯一要走的路了。日本真的不要跟中国对抗，我不骗你，他已经不是甲午战争的中国了，也不是抗战的时候的中国了，真的不一样了。这个对抗下去的结果呢，那我们只是会很惨而已了。那最后呢，我这来讲立陶宛就别再闹了啊！在谈话一句话形容：招你去洗身躯啊，你要口兄你走啊，别个个咱自己都没钱口啊。就是说，美国就邀着他一起去下水洗澡，洗完了之后，欧洲的国家这全部都跑了，就剩那立陶宛起来发现，我的裤子不见了，所以现在呢，手遮着也不够了，那毛巾遮着也不够了。
今天他的窘态就是如此。台湾也不要高，就是没有办法的格局。立台湾太小，台湾也太弱，中国大陆太强，而且台湾代表处不要忘了这个呢，这个我们杨老师常常讲的，那不是台湾代表，那台湾历史代表处啊，是台湾人代表处，那个人要记得加，那有没有那个人是差很多的啊。OK， 没错，所以立陶宛的转向啊，对于所谓的什么理念相近国家，这明明就是一个很大的打脸嘛。我们来请教杨教授。立陶宛其实在2021年跟22年的时候啊，他在玩一个叫做大杠杆的战略，也就是其实他看到美国从川普17年、18年就开始跟中国大搞贸易战、科技战，那到了拜登延续，然后呢加倍，所以他知道中美关系不好，他同时也看到了那个时候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态度开始出现了转变，要求乌克兰必须要压制内部的民族主义反俄的情况，然后呢，要求美国跟北约要保障、确保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所以那个时候战争的氛围就已经很浓烈了。那这个时候，小小的乌克兰就要玩一个大杠杆，什么意思呢？立陶宛，立陶宛，他其实是要向美国表态，他透过跟台湾的关系，然后呢，他希望美国能够在接下来的俄乌战争当中，能够去支持保障立陶宛，这是一个他的战略的构思。结果呢，当然各位看到的结果，第一个，中国大陆跟他的贸易关系这种断崖式的下降，下降多少呢？到了2023年跟2022年相比啊，下降了97%，投资也都没有。然后呢，一带一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没有来。然后呢，美国那个时候承诺，他以为美国那边赚到了，承诺6亿美元的援助，但是当战争一打起来，6亿美元当然都到乌克兰去了，实际上只来了900万美元。所以现在呢，现在因为俄乌战争情况又变了，川普2上来之后，反而跟普丁见面，虽然还在打仗，可是呢，这个情况已经变成是很了解俄罗斯大概对立陶宛、波罗的海3小国没有什么领土野心。同时，德国的第45装甲旅在上个月1600人的部队已经开始常驻立陶宛，到2027年要增加到5000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各位，立陶宛当初2次大战的时候是苏联的军队赶走德军的占领啊，而现在是德军在这边去确保苏联俄罗斯不会进攻，历史的转换也非常的快。所以当然他发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中国在这个大玩台湾的这个所谓大杠杆的战略，那当然没有用了。对，真正的背后他的构思，这种地缘政治的战略是在这样子。但这也证明什么？小国最好不要玩这种东西，因为你承受不了他的那个打击跟压力。还好立陶宛现在这一次能够保存着。日本的这一次各位你们看到刚才主持人所讲的内容，7月6号的12点01分的时候，大陆试射巨浪3型的这个潜射飞弹，然后呢，差不多90分钟之前通知日本，日本要求中国大陆不要从日本的上空飞越。各位，其实那个潜射飞弹往上飞的时候，已经不是日本的上空了，那边已经进入到外太空去了，这已经不是领空。但这个证明什么东西？这个证明吴钊燮跟顾立雄讲的可能被打脸哦，因为他可能是从日本的上空飞到，也就是从渤海发射飞到南太的，而不是后来吴钊燮所说从南海飞到南太平洋的哦。这个问题，吴钊燮是不是要出来解释一下？日本显然打脸我们台湾的这边的说法哦。那到底它是巨浪2还是巨浪3，就更清楚了。所以刚刚教授说的，小国其实玩不太起这种大国博弈啦。但是目前看起来，台湾会不会被美日给推上这个第一岛链的这个火药库呢？我们来请教聂老师。这个台湾兵凶战危，这个岌岌可危，这一直都在这个浪尖上啦。
不过呢，不管怎么说，这个一下子高涨、高低涨跌，这个我觉得谈久了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只能答案说是 yes。当然，我们一直被推在第一岛链上。那尤其是美国呢，以他自己的利益之下呢，随时呢来决定了台湾的这个未来的这个生死，基本上是这样，完全就是他要你什么你就该给什么，基本上是这样。然后呢，他希望你怎么做你就要怎么做，所以呢，他希望我们做的当然就要持我们台湾跟。就是他之前讲拿当一个比肩去当对岸，这时候呢，大陆美国才能维持他的利益之下呢，所以台湾永远不太可能有这个背后有美国的支持下有完全和平的未来。当然，也就是我们讲我们的对岸中两岸的关系一定要有某种和平的方式，才有机会啊有所谓的好的未来。不过现在要讲是台湾现在的处境真的是非常艰难。我们讲形势比人强啊，怎么说呢？我想说。我们现在不管这个大家亲中与这个说立陶宛这个说亲中与否，我觉得他们现在出现的一个新的总理呢非常清楚，这是几个原因。第一个政党轮替，当然这是一个原因。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他们国内自己经济出了一些问题。据我所知，他们国内基建有很多东西在做的时候，其实有所延宕，造成他们实际上在推动经济上是有些问题。当然，如果是完全意识形态的话，他们可能就是站着。其实他们对俄的感觉不好，那俄跟中的关系比较好，所以他们会可能比较倾向台湾。可是新的总理上来也不能说他亲中，所以他讲一句话叫做他其实也不是很喜欢，也不是厌恶台湾，但他讲了之前的太勇敢。为什么？你怎么随便就跟台湾这么的好就设代表处？你有没有知道你得罪了一个可能会协助我们，可能要帮我们，我们可能要依靠的对岸就是讲对岸，就是我不觉得他是真正的亲中啦。说不好听点，就是他讲了2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话。他们做了一个动作，暂停现在跟台湾的所有的经济合作的计划的协商哦。第二个，他们希望能够跟中国修好，什么意思？说白了，他们基建也希望能够败，因为现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可能以中国的基建狂魔的概念，包括东协各国，他们也希望有这样的力量来协助他们。我觉得这是其一。第二个，我们可回看一下其实台湾处境真的是很艰难。我们姑且不看我们的邦交国越来越少，我们看前一阵子的2个地方，其实捷克不是在 Nancy Pelosi 来之前，不是也有2020年也有不错的一些互动吗？可是你知道捷克其实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当然现在还没有完全破裂。我也感受到，比如他们的政治语言也慢慢松动，对这个台湾的友好的这个语言，而且呢一直在强调叫务实外交。他们的务实外交强调是要避免这个所谓的影响到了讲对岸的中国跟捷克的利益，是用这种的角度出发。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赖英德之前出访的时候呢，要经过他们的领空，他们竟然拒绝了。我觉得台湾人非常失望。我觉得最重要还要讲一个，其实在2-3个月前所发生的事情，实际大家都知道，以前史瓦济南、史瓦蒂尼其实那个他们光来过，我其实也被颁过一个顾问我也有一个顾问，这个国家的顾问勋章。现在重点是，它是非洲唯一的我们的邦交国，1968年就签约了。现在出了什么事情？我们的赖总统才在3-4月的时候出访的时候要去出访，他们拒绝，因为你的专机不能来。后来4-5月成功了，由他的专机过来，我们真的过去。我想赖英德过去，就去了不久回来，他们现在的声浪大高，说为了经济的考量这个经济考量杂音非常，提出要跟中国建交的迫切性。我觉得台湾的这种处境真的很危险。我觉得高层不是现在只看立陶宛，结果所有东西大家一定要面面俱到。台湾再走下去，根本就是完全被孤立，只有靠美国，靠得住吗？日本真的会帮你吗？没错，所以大国博弈之中呢，单压美国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美国现在还是世界的老大嘛，恐怕中俄意联手，美国就被掐住脖子，而且现在他们在国际水域上面的动作是越来越多了。好，来看到呢，这个波兰的国防部长就说波兰的战斗机14日在波罗的海上空国际水域竟然是拦截到了一架俄罗斯的侦察机，于是呢，他们就赶快出动战机去驱离。甚至最近才刚落幕的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也是一样，向国际看到了他们的海上力量，标志着印太区域的军事联盟已经进一步深化了。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美国呢的世界军事排名第一
现在呢，2026的军力排行出炉了，第一名确实还是美国哦，它是以这个0.0741的力量指数稳居榜首。现役的兵力呢，大约是130万人哦，凭借着航母打击群、隐形战机群和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网络，在空海力量以及技术领域呢，是保持着统治地位。但是第二名是谁？第二名是俄罗斯，它是以0.0791。为第二哦，尽管乌克兰战争已经消耗了巨大，而且制裁也是持续加码，但是俄军啊还是在大规模的地面部队、火炮系统以及坦克数量上面保持着高分，而第三名则是中国，它是以0.0919来排名第三，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布局呢也是日益的完善。好，所以看到啊，如果第二名跟第三名来联手的话呢，第一名的位置是不是就会被打趴呢？尤其现在这个第三名的中国大陆还在持续的扩张。来看到澳洲智库的报告就说了，说现在的解放军的军事实力到底有多强呢？哦，目前呢，它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舰艇了。哦，以吨位计算呢，是世界第二大海军。中国的造船能力啊，是美国的200倍以上，是世上唯一能够生产重型轰炸机，而且呢，唯一拥有2款正在生产的第5代战斗机和2款正在飞行测试的第6代战斗机的国家。所以预计啊，到2035年啊，中国的核武库规模呢将会扩大3倍哦。所以这样看起来啊，美国的军事实力要被超车了吗？好，那军事实力被超车，国际的金融霸权地位会不会也被超车呢？哦，最近呢，中俄似乎是在逼着这个美国要来去美元化。我们来看到啊，美国跟俄罗斯爆发了金融角力，美元的主导地位就成为了最新战场。美方近日就强调啦，说啊，能源交易啊还是要以美元来结算，而且还警告俄罗斯跟中国等等的国家啊，说啊，如果你们呢敢试图挑战美元体系哦，那我就会对你们来进行制裁。那普丁就说什么？说俄罗斯会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未来啊，能源贸易交易呢会更多采取俄罗斯卢布还有中国人民币的本国货币来结算。好，眼看顶不住了，所以现在是不是美国呢也要赶快来找中东的这个外援了呢？川普就宣布呢，跟伊拉克啊要达成大规模的石油协议哦，而且呢也说好啦，说伊拉克啊因为石油还有其他资源拥有巨大的潜力。我们呢会为2国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来大量的开采石油，而且主要呢都要由美国公司来做。那伊拉克这边是怎么说的呢？这个总理就说啦，说美军呢即将离开伊拉克，而美国企业呢会进入伊拉克。2国的关系现在是以经济合作为基础，而非军事关系。好，但是啊，美国能不能因此而拯救美国的经济还不知道，倒是自己的家族呢先去大赚什么国防产业，先去大赚战争财了。好，来看到《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啊，说啊，川普在重返白宫之后呢，他的长子小唐纳还有次子呢，就去大量的投资受益于五角大厦优先项目和支出的国防产业创新公司，所以美国利益呢跟川普家族的经济获利在国家安全领域呢也进一步的纠葛了。这之中有没有图利谁呢？不太晓得。好，但是我们来看到啊，专家也说了，说川普家族的政商利益啊会削弱政府采购程序的信任哦，因为呢川普的2个儿子投资的多家企业都已经获得了什么政府的合约嘞。那么这些交易啊就会让大家觉得说，是不是因为你是有这个川普儿子的投资才能够获得这些合约呢？哦，这个中间的这个利益关系啊，就让大家来质疑了。那另外来看到美国的财政状况也不是非常的乐观啊，就是现在美债的规模呢已经飙上了史上第2高了，而且啊，最大的债主国日本呢，也一样爆砍美债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啊，日本当局很有可能是想要通过变卖美债来筹措美元资金，以此来干预外汇市场，并支撑疲软的日元。也就是说呢，不好意思，日本为了要先救自己的经济啊，得要去卖你这个美国的美债了哈。但是来看到这场国际这个军事的排名的洗牌，有没有可能也去影响到国际金融呢？我们先来请教杨永明教授。我来补充一下，就是大国军事竞争以及全球的军事预算跟军工产值哦。
今年整个全世界的国防预算3兆美元加在一起，美国一个国家就9000多亿，将近1兆，占1/3。中国大陆是3000多亿美元，而全球在今年的军火的产值已经来到1.6兆。各位，这是不得了的数字和生意。那大概到2035年呢，也就差不多10年之后吧，全球的国防预算会来到6兆美元。因为现在每个国家都承诺什么3.5%甚至到5%，然后呢，整个军工产值会超过4兆，而这里面绝大部分就是大国在扩张，那小国也在努力，因为扩张的不只是高阶的武器，第6代战机啊，新的航空母舰，还有核能的核动力的这些潜舰，然后呢，还有也就是所谓的 AI 的运用，太空、网络、无人机，这些都是非常烧钱的。所以到2035年呢，4兆美元的军火的这些产值会比电动车、手机甚至 AI 业的产值加起来还要高。所以各位，如果你想赚钱，就要打仗，而大国想要保持它的地位，就需要战争。但大国跟大国之间不会直接交战，因为它有相互保证的核贺主的因素，所以代理战争现在都不用比以前更加的就是热络。你想想看，在中俄战略合作的欧亚大陆的边围，不就是一直在发生战争吗？乌克兰、伊朗、中印边境，然后呢，川普所讲的格陵兰，现在第一岛链，我把这个第一岛链现在已经把它叫成代理战争线。从日本、台湾到菲律宾，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走向？可是美国在第一岛链其实是在重新部署、减少部署的，因为他知道中美之间不能直接对抗，所以这样子的情况，接下来的发展在军火上面，技术、制造还有稀土，谁会比较占优势？中美之间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的在军事层面、在军火层面、在代理战争层面，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整个未来的变化，从国防预算、军火业的产值到大的地缘政治的这种代理战争，一定要很谨慎，不然你就自己惹火上身，那你还能怪别人吗？除了军事竞争之外，美国又经得起去美元化吗？我们来请教聂建中老师。OK， 好，我还是要用我很常讲的，美国是一只老鹰，它有翅膀有爪，翅膀真的很厉害，就是主持人问的这个长臂管辖，管到全世界，这是它的美元。那当然大家都知道，翅膀慢慢的这个羽毛脱落，现在越来越弱。当然这里面最厉害把它风最大把它吹倒就是中国的风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不断的崛起，从经济、从经贸各个地方，那么当然也跟各个国家的这个关系建立不错的关系之后，当然它的这个币值不断节节攀升。我们都非常清楚啊，这个所谓黄金美元本位制是 Bretton Woods System 在1944年7月签的，全世界唯一货币准备外汇准备就是美元，其他就是黄金美元本位制。可是你就瓦解啦，1973年2月23号不就彻底瓦解吗？当然，尼克森总统在1971年8月15号就已经宣布了，当1年半后瓦解之后，你不该再维护，但是大家习惯了。当然，你还是怕，你去了跟中东产油国就搞了一些密约，没有错，你军事要保护人家，人家只能用你的美元买你的能源，就出现了石油美元本位制。好，走到现在，全球的外汇存底就是以 US dollar 为主，可是已经变啦。从1969年成立的这个所谓的 IMF 里面的 SDR Special Drawing Right 里面非常清楚的特别提款权不断变化，每5年审一次。中国人民币也在2016年，细节都不多说了，也被因为它人民币国际化之后，很容易进到了 SDR 里面，也就是外汇储备有了人民币了，所以很多国家也开始，虽然它量还没那么多，也开始用人民币做外汇储备。所以的 COFR 大家去看一下的此消彼长，美国虽然最高，它一直往下跌，中国呢这个 COFR 就是我们讲外汇储备的这个比例哈 ，composition of the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OK， 它就一直往上。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此消彼长，还更重要的就是打击美元。当然我想我们的中国对岸做了很多动作了，甚至以前的 CBD 像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也是要一种电子化的数位来打，但是也没有那么成功。但是很重要的就是人员还是最主要，所以他们在上海成立了所谓上海人员期货交易所，完全用人民币交易，只能人民币。那当然在海合会多少次习近平去跟他们沟通了，所谓的人员用人民币交易都已经存在了。当然，你现在也发现一个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当然俄国，当然这次被川普推的，俄国也想要这个去美元化。当然，他讲到说以后我们的人用卢布或人民币交易，但是卢布基本上还不是外汇储备啦，人民币是有机会。我要讲的是，他这个翅膀是越来越弱。当然，这个川普就没有办法接受，他一定会用他很大力量去威胁其他国家，你一定要做。当然，另外一个军事就是他爪，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要不然的话，我还真想要形容。我最后要讲就是，我不去比那个数量，空海陆的问题，神秘隐形最可怕。现在中国的军事实力，如果单看空军的战斗机，中国已经比较多了。美国虽然多13000架，都是输出别的国家，至于5500架里面，空海陆里面的超过，但单纯空军你根本没有办法飞到这个太平洋来跟中国对视。而且海军也已经是世界第2了。我们来请教李胜峰委员。中国大陆的国力跟军力的崛起，这是一个常识问题，这不是一个机密问题，这大家都知道，只是有人故意装着不知道。尤其在台湾啊，台湾有一些青鸟没有啊，那都是纸糊的那种呢，继续糊吧，继续糊。不过你们糊，到时候你要跑第一线因为你们能够抵抗那个纸糊的，那我是不行的啊，我先跟你讲，在这一个情境里面呢，我们必须了解美国的金融实力所谓的美元霸权是建立在军力的基础上，没有军力怎么会有美元持有这一件事呢？因为没有美国军力的保护，这些中东的王爷们，那他怎么同意会用所谓的这个美元石油呢？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军力实力才是巩固你的金融霸权、美元霸权最重要的。那么美国的军力经过这一次美伊战争，最大的特点就拉胯嘛，垮了。但是第一次波湾战争的时候不一样啊，哇，那美国的军力那简直变形金刚啊，那真的是厉害的不得了。所以时间得改变。除了这个改变以外，还有一个东西是美国自己自作内不可活，把自己给整死了。我们来看看。首先，他让世界看到什么？我霸权可以为所欲为，公开讲，委内瑞拉把你总统抓走，把你石油没收，然后全世界呢不说话，也不说一句话。现在再告诉你，我打伊拉克，现在我的石油商要进伊拉克，开采伊拉克的石油，我们来抑制世界的油价。好像那个石油是你美国的知道吗？那些一天到晚把价值挂高在嘴上的各个法相庄严的人。你们现在讲什么？给嘴变阿嘴啊！什么话你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了。为什么？因为你公然让他来威胁整个的世界嘛。再过来，他今天美元之所以会衰弱，除了美元霸权之外，今天中国人民币会兴起，偏偏这不是美国自己做的吗？自作内嘛。他要不是用 SWIFT 来当这个武器来对抗俄罗斯，把大家都吓坏了。所以我干嘛去拥有那么多的美元交易呢？所以本币交易就起来了，是吧？当然这个呢，人民币在国际的地位就起来了。这个起来，今天人民币国际化，从很久以前大家都知道没有那么容易。现在呢，在美国的帮助下，真的是往前走。所以呢，中国大陆把心脏给谁？就给了美国。最后我来告诉大家说，还有规矩吗？什么意思？库斯纳也好，小唐纳德也好，他们不就在全世界公开做给你看，做交易、做买卖，靠着美国的实力内线交易，谁不相信呢？私相授受，根本就不规避这个基本的道理。我请问各位一句话，尤其青鸟的朋友，我很想问你一句话：假若今天川普的家族这些作为，在今天中国大陆是不是早就被双规了？好，我问你据点是不是早就出门了？对，川普家族是完全没有在避嫌的，难怪称为霸权，根本就是压霸。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美国跟伊朗现在战火是不是再起了呢？我们来看川普的最新说法是什么呢？他说啊，如果伊朗不来达成协议、不来谈判的话呢，我下周啊就要炸他们，他们的处境就会变得非常的糟糕。说呢，下周就轮到发电厂喽，那在下一周呢就会轮到桥梁哦。这个川普的威胁啊是一个接着一个，甚至呢有报道指出啊，说川普似乎愿意要来升高战事，要对伊朗造成足够的破坏，迫使伊朗政府怎么样去开放荷姆兹海峡，并且接受他提出的核子要求。所以呢，现在美军要来进行密谋，发动大攻势了吗？那伊朗会束手就擒吗？伊朗现在呢也说啊，正式要来进入什么战争状态了，而且伊朗的国会国家安全主席也说啊，伊朗昨晚呢击落了美国无人机之际呢，伊朗国会呢现在也正式提出了荷姆兹海峡与波斯湾安全及永续发展战略行动法案而且他们现在还锁定了什么？很厉害他们把手机来当成飞弹的 GPS 这个是波斯湾地区官员怀疑伊朗正在利用传统电信协议 SS7 的漏洞，跨境向漫游中的美国手机发送查询祈求，试图要来追踪美军还有他们承包商的位置没有想到啊，手机竟然成了催命符，那美军会不会有点太大意了呢？好，而现在美伊战火重启了，大家也很关注中国的角色是什么现在传出了是不是中国有在暗助伊朗呢？因为啊，海上的情报船还有军机追踪出了这个雷达消失，疑似是要为伊朗来运送军火。有消息指出啊，3艘波音747货机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后不久，自中国起飞，飞行计划目的显示为是卢森堡，但是飞机其实没有进入到欧洲领空而是在接近伊朗附近的时候就从雷达系统消失了，所以外界就怀疑啊，这些航班可能涉及军事物资的运送甚至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呢也去指责美国对伊朗去发动军事打击，说啊这样子会把中东局势给推向一个危险的深渊。那对此，美国大使是反击的，指控啊，你们中国企业违反了联合国对也门叛军的武器运输条例但是我们来看看印度的前驻华大使对于这场战争是怎么说的。Iran war has very clearly shown that there is no multipolar order in this world. We've talked about it, it's pretty much a myth. You really have only two major pow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Now, if China hasn't taken a frontal position, that's not because it cannot, but because it's a very studied country, and it chose not to. The United States simply looked after their interest and didn't care about the interests of any of us, whether we were partners, as India was, or potential adversaries, as China was. 好，说到中国深思熟虑，这真的是川普的短板川普每次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就连这个荷姆兹海峡20%的这个服务费也是一样，又收回了。我们来看到呢，川普他取消了原先计划对通过荷姆兹海峡货物征收20%的补偿费，改变成由波斯湾国家透过大规模贸易与投资协议作为替代方案。那川普认为啊，这样子呢，能够强化、深化双方的经贸合作，也可以带动更多的工厂还有生产设施落脚美国，创造数百万个高薪就业机会。还说美国再次赢了，而且这个胜利程度前所未见。反正怎么样，这个钱啊，一定要进美国的口袋，只是形式不一样而已好，那对于伊朗呢，美国也是再制出了制裁美方的新制裁措施呢，是要加强打击伊朗的航运网络。那华府也称啊，这个网络呢是协助了伊朗规避先前针对石油销售以及其他活动的制裁，同时美国也冻结了超过1.3亿美元与伊朗有关的加密货币。好，但是啊，这场战争美国人民根本就觉得川普在闹我们来看到啊，因为华府的国家广场当地时间13日清晨呢，竟然是出现了一座3公尺高的参赛奖杯装置艺术。这个装置艺术是来讽刺川普的，说他在无策略、无明确目标下，甚至是无退场计划的情况下，单方面的发动伊朗战争。好，所以川普的中东豪赌是不是真的是无策略呢？我们先来请教杨永明教授。这个无策略跟无
退场计划到目前为止都还是真的。但是川普为什么这一次又在打伊朗？其实他已经很清楚他的目标，只是他的目标可能做不到。两个，第一个，整个中东地缘政治秩序的掌控；第二个，美元霸权。那这个跟现在又在打伊朗什么关系？因为整个谈的过程当中啊，伊朗其实就表现出我就是要掌控荷姆兹海峡，他规定了航线，然后呢，结果美国要求几家航运公司不要照这个航线，你走南部靠阿曼这边，伊朗这边就发动3艘船舰的攻击，还好就警告一下，结果美国就依此就说不行，要开始在打这一场第3次的这个攻击。然后呢，他甚至威胁1个礼拜之后你不打，你不停下来照我的条件回到谈判桌，我就要开始打你的民生设施，也就是电厂还有桥梁。这个不得了，这是违反人类罪啊！他真的敢打吗？你打下去只不过让伊朗更加的团结，更加的强硬，而且事实上在军力、在军火、在地缘的不对称优势，伊朗完全没有改变，所以他不怕。那现在我怎么讲？是为了中东的地缘政治的这个掌控呢？因为如果伊朗真的能够去规划航线，甚至收一点服务费，当然不会像川普收的什么20%这么夸张。你知道，如果真的收了20%，一个装满油的油轮要交3000块美元呢，3000万，3000万美元啊，9亿台币啊！所以他第二天就改口，就是说，中东国家愿意以贸易投资来取代，这不重要，不管它。但是呢，如果伊朗真的能够掌控，也换言之，美国没有办法掌控，那基本上伊朗就可以影响国际油价，影响海湾地区是不是继续愿意跟美国合作，影响以色列的安全，最重要，整个影响美国在中东的能源、地缘跟以色列它的地位，美国在中东的地位。那我刚刚就讲了，整个欧亚大陆，美国已经在整个边缘开始在进行这样子的代理战争。乌克兰、伊朗、中印边境第一岛链格陵兰有没有？整个包围住。现在如果说伊朗继续掌控荷姆兹海峡，这美国就会从欧洲撤退。美元霸权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大家就避险，不会去用美元交易买石油啦。这个影响更大，这会影响到川普的这个财务状况。所以为这主要的2个原因，地缘政治的这整个秩序有利于美国的，以及美元霸权，它不可以让伊朗掌控荷姆兹海峡。但我觉得伊朗不会退让，荷姆兹海峡不可能会照美国要求的方式开放的。所以接下来川普真的有可能去攻击电网或是桥梁吗？我们来请教李胜峰委员。这样，川普主观的意志不能改变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一场战争在全世界看起来已经到了大戏拖棚了，歹戏拖白。可是呢，川普有一个很大的压力，那就是备忘录是有 deadline 的，时间是会到的。那你怎么办呢？因为这个备忘录对伊朗讲起来，你要签就签了，无所谓啊。因为这些备忘录的指向对我伊朗来讲，没有伤害嘛，就是战前一样。那对美国呢，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上前入口的谈判结果。那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看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可以看到全世界这么依赖于美国，美国是世界一个最强最霸权的国家。但是现在都看到，所有的人，全美的人，全世界人都看到，美国号称民主，而民主国家的所谓的监督制衡的机制，在川普的身上似乎一点用处都没有。川普可以为所欲为，管你什么规定，我就照干了。那民主政治所有的制衡似乎无可奈他何啊！那这个国家就走上一个大家都知道不应该走的路。就像民间所讲的，是一个没有目标、没有计划、没有策略的战争恶搞下去怎么办？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天天就看着他耍宝。想到台湾今天也差不多啊，今天赖政府底下的宪政体制，大法官人数不够，开会照算，然后呢，这个总统公布的法律不签没事，那民主监督制衡不是通通变成了假话、鬼话、骗人的大话嘛？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
美国在这一场里，他需要再去做一些事情来挽回他自己的一个地位啊。但能不能挽回，我觉得是问号。最后他还是得必须妥协，因为他不但有这一个备忘录的最后期限了，他还有期中选举耶。他那个对他来讲问题才大了。所以我说他主观的意愿没有办法来突破客观事实对他的一个限制啊。至于中国，全世界都承认了，中国是这一次最大的赢家。之所以中国赢，不是中国有多行，是美国真的很帮忙啊！从俄乌战争的帮忙，一直到美伊战争的这个帮忙，让中国只做他该做的事，而不必张牙舞爪的表态啊！大家都晓得备忘录的签署，中国是有很大的功劳。俄乌战争将来能不能停止，甚至停止之后的重建，可能中国大陆扮演的角色还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点点来看呢，东升西降不是宣传，这是美国自己自作不可活造成的结果。所以这场美伊战争，川普似乎真的是有勇无谋啊。那要不要继续打下去呢？我们来请教聂建中老师。2月底这个谈判川普想得太美好，以为对方一定会完全照他的意思呢就范。结果呢，我一开始到现在都坚持讲一样，说不可能就范，而且他们要的太极端不一样，差太多了，所以他们不可能达到协议，那很难允之决中。因此玩到最后川普一定会塌口，而且塌口的很惨。我先讲一下这边又写个有勇无谋，我觉得他是很有谋，他其实很多策略，我倒觉得他是无信无义，勇和谋他都有。还有这边讲到3无，对不对？叫无策略、无目标、无退场计划。他其实讲不好听，他认为不需要。你大家再回忆一下他交易的艺术啦，需要之前攻击再攻击，永不认错，死不认输，他全部都能拿到。他只是失算，他完全没想到，他以为他一个泱泱军事大国，竟然对一个伊朗这样一个国家竟然制服不了，越打越丑陋。世纪葬礼才刚结束，7月3号到7月9号，可以看到动员1500万到2000万的伊朗在做什么动作，多少人在这关就送进去的时候，那种精神的力量就知道，伊朗早就预判这个东西打不完的。他曾经就讲过了，他们没有办法相信川普，而且讲不好，他们知道川普还会做什么动作，他们一直预想，也说他们不会接受这个疏尔反尔的人。他们一直在做预谋，也就是攻和防都有在布局。第二个，大家也都听说过，他们无人机还不断的在制造，每个月听说还有1万台导弹，那个也一直在做。也就是我知道你军事力量比我大，但你每次来又退回去舰艇来又退回去，我们打不到美国，但是你太多军事基地在这里，我们就是对视你的军机就够了，把军全部打倒，让大家第一对你没信心，第二你无法再布局。像讲不好听，沙特他后来在苏安王子机场也不敢让你美国在这边再继续靠我的基地来打伊朗，他打到你最后，川普你会说我还是很强，可是你听一点吧，最后全部都让了。各位再去看他们的条款，从4个到6个到15个，又回到4个。最后你会发现，川普要的东西一个都没拿到。我再数一遍：第一个，核要人家停，有吗？人家现在还敢谈核，要人家完全停。第二个，导弹要人家限制导弹的发展，人家再继续做。第三个，代理人战争，连黎巴嫩你都还是要放手，叫以色列不要去打黎巴嫩。第四个，讲不好听一点，就是我们讲赫姆斯海峡最重要的，打到人家开始觉得，这个钱我的确能够控制住，我以后还要收钱。川普也想到要收钱，表示川普这个。我讲易位思考嘛，将心比心，你也知道这是一个好生意嘛。但是伊朗想的不是，伊朗被打了，他们经济很惨，他们需要一些金流，他没有金流，未来怎么活？你川普不是，你川普收费是你已经很有钱的人，还要再有钱的想法，这是不一样。